来看轮椅是真心，万百遇良人。这位装穷装瘸的老总裁陆天鸿又成功挤走了一个相亲对象，这是在玩什么 cosplay 吗？总裁是不是都有点受虐倾向？相亲女嫌弃他既没有房子，也没有退休金，甚至还是个瘸子。这相亲女倒是挺现实，没房没钱还残疾，谁愿意倒贴啊？儿子陆羽在一旁满脸无奈的劝说自家老爸别再折腾了。这儿子也是操碎了心，有个这么爱演戏的老爸，简直要命。他指出老爸作为堂堂万汇集团董事长，没必要天天在这里装穷，就是有钱不好好享受，非要体验民间疾苦，这不是有病吗？陆天鸿却嘴硬的表示自己根本就不想相亲，只想一个人生活，嘴上说着不想相亲，身体却很诚实，这老头真是傲娇。哪怕儿子解释自己那3000月薪其实是3000万也无济于事，这凡尔赛式的解释也只有在电视剧里才能听到了。此时门人介绍的最后一位阿姨方婉意迈着霸气的步伐登场了，终于来了一个正常点的人了，这阿姨的气场绝了。她今年50岁，在菜市场卖猪肉，性子急躁，希望赶紧搞完流程。卖猪肉的阿姨这设定有点意思，不知道能不能镇住这老狐狸。方阿姨也是被儿子强行推过来，相亲的急着回摊位去干活，这俩人都是被逼相亲，简直是天涯沦落人啊。陆天鸿为了速战速决，开始了一套行云流水的装穷自黑操作。这老头是真会演，不去拿个奥斯卡都屈才了。他声称自己没房没社保，并且仅有的存款只够买一副像样的棺材，这借口也太惨了吧，简直是闻者伤心，见者流泪啊。他甚至把儿子包装成一个月薪3000无正经职业的街头小混混，这儿子也是躺枪，好好一个富二代被说成小混混。本以为方阿姨会像之前那些人一样，直接冷嘲热讽，然后拍屁股走人，按照常理正常人早就跑没影了吧。没想到卖猪肉的方阿姨直接表示可以相处试试，老陆瞬间愣住了。这阿姨不按套路出牌啊，老狐狸这下傻眼了吧？因为他觉得老陆虽然腿脚不便，但是收拾的挺利索，是个实诚人。这阿姨看人还挺准，老陆这可是妥妥的潜力股啊。方阿姨拉着老陆把第一次约会的地点定在了热闹的菜市场，这约会地点绝了，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啊。这新奇的约会地点让见惯了大风大浪的集团总裁感到十分有趣，总裁也是需要接地气的生活体验的。方阿姨在菜市场上展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，还上演了抢钱戏码，这战斗力不愧是卖猪肉的，简直是菜市场霸主啊。老陆在一旁默默观察，觉得这个女人有些抠门和爱占便宜。老狐狸还在继续观察，这心眼真是够多的。结果下一秒方阿姨就把好排骨说成坏掉的便宜送给困难的老头，这反转简直绝了。方阿姨这人品杠杠的。老陆看到这一幕，瞬间对眼前的市井妇人产生了一丝敬意。老狐狸终于被打动了，看来是被方阿姨的善良感化了。约会结束后，方阿姨坚持要送老陆回家，老陆决定继续考验他。这老狐狸考验还没完没了了，老陆故意把他带回了30年前汽修厂分配的破旧劳工房里，这破屋子简直比狗窝还不如啊。方阿姨看着满是灰尘且破败不堪的屋子，直接转头走了出去。这反应很正常啊，换谁不跑啊。老陆有些失落的感叹，果然没有人能经受住这贫穷的考验，这老头还真把自己当穷人了。结果没过多久，方阿姨就提着水桶和抹布，风风火火的重新杀了回来。这阿姨真是绝了，这行动力简直让人佩服。原来她刚才只是回家去拿清洁工具安的食材，顺便准备做顿饭。这阿姨真是贤妻良母的典范啊。方阿姨不仅把破屋子打扫干净，还给老陆熬了热腾腾的排骨汤，这汤肯定比那什么高级餐厅的好喝多了。老陆在这破旧的劳工房里吃到了20年没尝过的家的味道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啊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老陆当即决定要跟方阿姨下半辈子一起过，体验平凡的幸福。老狐狸终于认栽了，这下可以好好享受晚年生活了。方阿姨也直接交底表示，既然要过日子，那就得把财政大权交出来。这阿姨真是个明白人，财政大权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。老陆乖乖上交了自己身上所有的银行卡和存折，只留800零花钱。这老头还真是有够听话的。老陆兴高采烈的给儿子打电话，通知自己终于找到了心仪的后妈。这儿子也是够开心的，老爸终于脱单了。儿子陆羽也是十分懂事的，暗中准备了100万礼金和名贵补品。这儿子也是够大方的，为了老爸的幸福也是拼了。但是老陆为了测试方阿姨家人的品行，决定隐藏身份上门拜访。这老狐狸还在继续考验，这心眼真是够多的。老陆提了2包最普通的便宜礼物，就来到了方阿姨所在的城中村。这礼物也太寒酸了吧。村口嚼舌根的邻居看到老陆坐着轮椅，顿时开始疯狂嘲笑他，这群八婆真是闲得蛋疼。方阿姨当场就拎起杀猪刀，霸气的警告这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邻居。这阿姨真是霸气侧漏啊，简直是女中豪杰。儿子方自强虽然嘴上嫌弃，但为了母亲的幸福，还是大方表示支持。这儿子也是个孝顺的，知道老妈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。
懂事的孙子甚至拿出了自己积攒的所有零花钱塞给奶奶当嫁妆。这孙子真是太懂事了，这么小就知道孝顺奶奶。老陆被这一家人的真诚彻底打动，决定给方阿姨办一场风光婚礼。老狐狸终于不再考验了，这下可以安心办婚礼了。老陆暗中吩咐儿子要在3天后准备99辆婚车和3000万彩礼。这婚礼绝对是世纪婚礼啊，这排场简直亮瞎眼。大婚当天，李月荣等爱攀比的同学在现场疯狂的冷嘲热讽，这群势利眼真是见不得别人好。他们不停嘲笑方阿姨嫁了个连铜戒指都买不起的二婚穷酸瘸子，这嘲笑也太伤人了，简直是道德败坏。方阿姨也是个暴脾气，直接端起酒杯泼水反击这些虚荣的同学，这反击简直是大快人心啊。老陆的儿子穿着一身沾满泥土的工装，急忙赶到现场被同学鄙视。这儿子也是为了配合老爸的演出，也是拼了。同学们见状更加坚信老陆一家是社会最底层的打工仔，这群人真是狗眼看人低，等下有你们好看的。就在他们得意洋洋的时候，老陆坐着价值100万的豪车闪亮登场，这反转简直绝了。老狐狸终于要摊牌了。老陆为了不穿帮，在下车前还得手忙脚乱地寻找自己的轮椅。这老狐狸还在演戏，也是够辛苦的。李月荣还在喋喋不休地指责老陆没有准备像样的婚戒，这李月荣也是够势利的，见钱眼开。结果老陆直接掏出了价值3000万的真爱之星大钻戒，闪瞎全场。这钻戒简直是亮瞎了我的钛合金狗眼。方阿姨嘴上念叨着花这么多钱干什么，手上却高兴地戴了上去。这阿姨也是口嫌体正直，心里肯定乐开了花。两人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甜蜜拥吻，完成了这场充满戏剧性的婚礼。这婚礼简直是比电影还精彩。方阿姨看着菜单上天价的凉拌皮蛋，心疼的直呼简直是抢劫。这阿姨也是够节约的，连凉拌皮蛋都嫌贵。万万没想到，方阿姨那个家暴又豪赌的前夫赵峰此时跳了出来。这前夫真是阴魂不散啊，这是来砸场子的吗？赵峰如今是这家高档酒店的主管，看到前妻找了个瘸子便疯狂嘲讽。这前夫也是够不要脸的，自己家暴还敢出来丢人现眼。方阿姨战斗力爆表，用一连串顺口溜把赵峰骂得当场狗血淋头。这阿姨的战斗力简直是爆表啊，这顺口溜骂得真溜。气急败坏的赵峰想要动手殴打老陆，方阿姨见状死死护在老陆身前。这阿姨真是太感人了，宁愿自己受伤也不让老陆受伤。老陆在商界纵横多年，第一次体会到被人如此拼命保护的滋味。这老狐狸也是被感动到了吧，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啊。他眼神一变，直接从轮椅上站了起来，狠狠给了赵峰一个大耳光。这反击简直是大快人心啊。这老狐狸也是够狠的。方阿姨整个人都看傻了，老陆赶紧用腿伤刚康复的借口忽悠过去。这老狐狸反应真快，差点就穿帮了。赵峰指使保安包围他们，并故意砸碎价值500万的古董花瓶栽赃。这前夫也是够阴险的，连古董花瓶都敢砸。老陆毫不畏惧，拉着方阿姨一起开始疯狂砸店里的顶级收藏品。这老狐狸也是够疯狂的，直接开始砸店了。老陆解释这些都是路边摊买的假货，不超过10块，让方阿姨放心砸。这老狐狸真是会忽悠人。有了老陆的保证，方阿姨彻底放飞自我，将店里砸了个稀烂。这阿姨也是够疯狂的，砸店砸得真带劲。最后他们只留下了200块钱，并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酒店大门。这老狐狸也是够嚣张的，砸了店还敢大摇大摆地走出去。此时酒店的总经理急忙赶来，当场识破了陆董的身份，并开除了赵峰。这总经理也是个明白人，知道老陆的身份后，马上就把前夫给开除了。赵峰被开除后变成丧家之犬，又跑到方阿姨家门前死皮赖脸求复婚。这前夫也是够不要脸的，还有脸求复婚，结果被方阿姨毫不留情的用床底下的夜壶泼了一身尿，狼狈逃窜。这反击简直是大快人心啊！这前夫也是活该。风波过去后，老陆偷偷开着豪车接送孙子小聪上下学，并嘱咐他低调。这老狐狸也是够谨慎的，为了不被发现也是拼了。然而每天换着豪车送娃的行为还是引起了学校门口家长的注意。这老狐狸每天换豪车，这能不引起注意吗？爱嚼舌根的桂英和赵芳在校门口蹲守，想要和这位神秘大款拉关系。这群八婆真是闲得蛋疼，就想着傍大款。他们却震惊的发现，开豪车的人竟然是方阿姨的那个瘸子老公。这震惊也是正常的，毕竟老狐狸平时装穷装得太像了。方阿姨误以为是人贩子要拐卖孙子，怒气冲冲的跑过来扒车门。这阿姨也是够冲动的，连老陆的车都不认识了。老陆在车里看到这一幕，知道藏不住了，只好硬着头皮走下车。这老狐狸终于要摊牌了。邻居太太们以为方阿姨是想傍大款，开始冷嘲热讽，说她不要脸。这群八婆真是狗眼看人低，自己想傍大款还说别人。老陆直接当众宣布方阿姨是自己的爱人，瞬间打脸那2个邻居。这打脸简直是大快人心啊！老陆真是好样的。回家后，老陆只好继续胡编乱造，说是跟开修车厂的朋友借的车。这老狐狸谎话连篇，也不怕被拆穿。
方阿姨信以为真，叮嘱老陆以后别借这么贵的车，免得碰坏了赔不起。这阿姨真是实在人，还替老陆担心赔不起。刚进门却发现方自强的亲家正脸色阴沉地坐在沙发上商量离婚，这又是哪出戏？方自强要离婚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欢迎订阅，下季更溜。